大王行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信宗亲，不信勋贵，不信宰执，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水秀公，无脑，是雇佣错人了。以致这入境宫城之内，钱流激荡，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刘元臣，滚进来！末将在。传，大王诏命，令请从第1、2、3都、亲卫第1、2、3都1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，敢有迟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语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斩。末将谨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功臣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还是那些文武礼数，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秦王之师。大王要诛逆，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营守持了40年的吴越，它不是中原。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。水秀公，是何承训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图要……程昭岳，陈昭岳是谁呀？他是在王都奉持的一个国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。他有不轨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9郎如此糊涂的主张，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，那些没有了约束，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，到了外城，该捅出多大的乱子！到那个时候，勋贵相互残杀，黎庶流离涂炭，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洪处糊涂了。你何止是糊涂？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？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？你那胡闹当计谋，国家社稷，岂能胡来？不赶你逞能的时候，你偏偏耍小聪明；赶你认真的时候，你偏偏犯了糊涂。一个程昭岳，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。真正的凶险，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，南唐才是我们吴越
生死之地，大王。洪处知错了，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。站住！请大王赐九郎兵符。臣弟谨遵王教。带着兵符去找张允。水球公，姑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愿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。姑派齐梅督护卫水球公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应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胡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总管。王教兵符在此。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红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
是，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，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，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，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”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二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，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全当时在秦从第一都当都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后头愿意听老王的话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先王红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他若是7郎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夺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9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军中的事其实简单，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，便拿捏住了这一军。沈城礼跟随6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，久经风浪，要拿住他不容易呀。9郎军若是去夺沈城里手中的兵权，此刻他已经死了。如若你去，你会如何做？啊？哦，萧山大营沈城里部下有4个指挥使，9个副指挥使，我笼络这13个。行了，噎死了，在人家大营里，当着人家的面，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，你以为沈城里是死人吗？人家的兵，人家的将，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，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，姓钱又能如何？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？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，满大营的吆喝。人家那是财货人情，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，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立血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，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。你说结交就结交了，你说笼络就笼络了。
那以令公所见，九郎君该如何做，才能够让这沈城里奉教听命啊？他在乎什么，便给他什么；他担心什么，便让他放心。他的病，他的讲，上由他自家去上，发由他自家去发。要使人买好，也让他自家去使人买好。坏人你来做，好人让他自家去当。尊卑上下，情义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人家也轻松，你的事情也做得了。今夜王宫的局面，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，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。说白了，大王敢不敢信？那大王会信谁呢？你们是亲戚，你觉得大王敢信谁？令公，如何算信啊？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在军中，做事情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。信，便用；不信，便砍了。哪有那许多啰嗦的？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。工部尚书胡景，全浙东营田大使，这算不算信？不算，这分明是不信。既然如此，那水丘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。我老了，便不送了。站住！父亲，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，对王室忠心，心思机敏，能察人心思，一谋一能断。我死以后，你们斗不过他。儿子本来没争没斗，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。果然是个蠢材。胡令公所为，纯为自保。是，这是臣的判断。胡府内家丁披甲持械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，这是为了自保。是。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明知程昭月预谋不轨，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，这是为了自保。眼见着程昭月在亲从亲卫6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左将卒，他以国家重任，上统军使之尊，坐视姑息，甚至暗中助其行事，这也是为了自保。是，这都是为了自保。大王，请深思。今夜之前的陈昭月，与今日之后的陈昭月是不同的。水丘公的意思，孤听明白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孤做错了事，用错了人。大王，今夜之前，陈昭月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视，收买笼络禁军将佐，在外人看来，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，是大王的授意。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，派程昭月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，
是大王以诡域隐私的手段侵夺将帅之权。程昭月是大王亲拣信用之人，他与胡令公勾连，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。即便程昭月说明了要图谋不轨，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，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，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，是请君入瓮，是引蛇出洞。君臣相议若此，古之过也。今夜的请示，洪雷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，就算顾不了大局，总守得家宅清宁，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。故这些年亲近性命，疏远老臣，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，这才令程昭月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沈修公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王有教。臣胡进思，恭领大王教命。觉尔功臣，勋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，九份王氏、荣英两朝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故不遇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请令公入衙试事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！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整治京畿防务。自即刻起，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眼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敬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，怠慢轻忽者斩。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少不前，末将在。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军联络，
我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，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马步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金司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啊！大变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待等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成了，大约还有7成还在路上呢。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呢？奉萧山营大帅，九郎军军令，所以无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混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止步！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！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，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吗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。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吧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啊！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。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。那我自家便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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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